我们看一下哈，是这里到时候要画一些嫩芽、嫩叶之类的。我找了一下嫩芽、嫩叶，出来，像这些嫩芽、嫩芽、嫩叶、嫩花苞，这些我们在这个地方画一些，画一组。待会儿一层一层的加吧，一层一层的加，看一下看情况来画。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中线在哪里啊？折一下，看一下中线在哪里。我们不要待会儿出枝出在这个中线上来了。其实我们画的第3朵花画的有一点点正哦，我们当时要画偏一点点更好，把它再斜一点会更好。好，我们先调一个画嫩叶子的颜色啊。先调一个画嫩叶，我们先画一些嫩叶。嫩叶我们用什么颜色？用这个3绿加藤黄。好，藤黄调3绿哦，3绿调藤黄。3绿和藤黄调了之后，调一点点这个珠标，然后笔尖蘸一点胭脂，来画这个枝干。先画这个花苞的这个花托吧。这里出来，我们先画一个大概的出枝。我们画一些老枝干在这儿吧。这里一组叶子从这里出来。
这里画一些这个花托。我们先把这个枝干啊，这个叶柄先安排一下，这个叶子从哪里长。这里来一组，把这个叶子先把它叶柄先安排好。这里来一组，让这一组叶子直接长下来。这边有一组，这边伸出来一组。我们先安排这个叶子，先安排这个叶子。这朵花从哪里长出来？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飘带。这里来一组，我们先把这些叶柄画了的叶子先把它画了，然后我们再去后面再去加层次，好吧？在后面再去加层次。这些已经有叶柄的，我们先把叶子先画了。好，我们现在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啊，画叶子，画老叶子，我们用的是什么颜色呢？花青加藤黄加墨来画这个老叶子，花青加藤黄加墨。
好，我们画这个叶子的颜色是这个花青加藤黄，然后加墨。墨呢？然后加墨，我们倒一点墨出来。好，我们的花叶子这个颜色是这个花青加藤黄，花青加藤黄，然后加墨，花青加藤黄加了墨调的，加了一点墨，把它调成一种墨绿色。慢慢的加墨，不要一下加太多了。花青加藤黄加墨，把它调成墨绿色。调成墨绿色之后，我们就这样子就可以用了。然后画的时候，我们在画的时候，笔尖上蘸这个浓墨，笔尖上蘸这个浓墨来画。好，我们先来这里先画一组叶子。这里我们一个叉三叉九顶，这个就是我们画叶子这一个叶柄长出3个叉，这3个叉上每一个叉上有3片叶子。我们看一下，先画哪一片啊？先画哪一组？先画这一组吧。看一下这个叶子怎么画才好。这是一片叶子是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画出一片叶子。然后它一边还有一片，中间一片，然后一边还有一片。我们现在用的是比较深一点的颜色。好，这一片我们可以画一个侧面的，然后我们画这一组，这一组的话我们可以转过来。然后可以侧过来，这一片可以让它有一点翻转过去的感觉。好，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淡一点哈，淡一点的时候你们把笔洗一下，这一组淡一点。好，这里是一组叶子，这是2组了，这已经画了2组了，还有再画这一组，画完这个3叉9点才算完成，这里还有一片。这一片我们可以把它画长一点，一样的哈，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那一边还有一片啊，一边还有一片，我们可以把它画淡一点，让它是这个淡叶子的层次，让它在后面这个层次里出来。好，这个是一组叶子，那这边还深了有一片，这里还有一片。其实我要是直接画快一点的话，这个叶子要画快一点会更加好看啊，因为越画慢这个叶子越画不好。如果我自己画，把它画快一点，可能它会效果会好一点点。啊，这里来一组叶子，待会儿这叶子从哪里出来，我们待会儿再安排。只是说，因为这个地方需要有这个叶子，我们才画这个叶子。叶子的话，你们喜欢自己画尖一点，可以画尖一点；喜欢自己画圆一点，也可以画圆一点。
也没有一个说死的要求，说这个叶子一定是怎么样的一个形状。好，这里一组，这一组，这边我们先画这一组，让它直接破边，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两边这两笔要有所不同，要么一笔长，要么一笔短，要么一笔小，要么一笔大，然后一边一片，一边一片，这两片我们可以画短一点，可以画短一点。好，这一组。可以先画旁边的这一片，这一组两组了，这两组比较近，我们把这连起来，让这两组在一起，然后这一组让它跳出来，中间这一组让它跳出来，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画出这个一片叶子，然后还有它一边还有一片。好，这个又是两组叶子，这个现在完成了两组叶子。我们先把第一层次的叶子先把它画了，然后后面我们再去补充。好，这里生出来一组叶子，看一下先画哪一组啊？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一组，先把这一组画了。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画出一片叶子。好，这一组。这组画长一点还是画短一点呢？这里跟它重叠一起了。好，这里一组，然后就后面这一组，后面这一组我们可以把这个颜色画的稍微有一点区别，把它画成嫩叶子的颜色，可以加点胭脂。那我们在这里画一组，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这是后面这个层次长出来的叶子。好，这里还有一组，我们完全把它画成嫩叶子的颜色。刚刚这个还不是完全嫩叶子的颜色。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
边一笔，一边一片。好，这里还有，这里一组，这一组叶子可以画大一点，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让它长上去。好，这里一组叶子。好，再看一下哪里有叶子。好，画这一组叶子。好，我们这一组不一定按这样子画，我们这样子往它让它，哎，这一片往这里，然后这一片长一点，这边来一个侧瓣，这样子过来。好，后面的这个层次这一片我们让它很大，这一片叶子。还是一样，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这边还有一组叶子，这后面还有一片。好，我们这一组另外让它出来。看一下这一组叶子怎么画，还要不要？让它往这边，还是往哪边？往这边，这边。看一下，想一下，想一下往哪里好？往这儿吧。让它长到这个花的后面去。
啊，这样子会更加有姿态一点。啊，这边来一点点这个嫩叶，来一小组。好了，我们再看一下整体啊，整体画面，看一下哪里需要加叶子。我们这里要把它连起来，这个中间的位置，不能直接让它这么断了。这里来一些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嫩的这个花苞，嫩的这个花苞，刚长出来的那种花苞，来几个。这种花苞，花苞我们就用这个三绿加藤黄，然后加这个珠标加这个胭脂来画。再来一个。这来一组叶子，虽然说这个嫩叶也是一样，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这样的一组，我们一定要画出它的这个姿态来。心中，所以这个就要心中要有花。颜色啊，现在画嫩叶都是这个嫩叶子的颜色，嫩叶颜色大家还记得吗？嫩叶颜色我们用的是三绿加藤黄，然后加这个珠标，然后笔尖蘸这个胭脂。把这个枝干画了。
看见我们还要画一些层次，让这个叶子更加多一些，更加密一些。后面画淡一点的，更加嫩一点的。那这个嫩叶子一样的是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让这个里面很密。看一下，再看一下啊。看一下这边，看一下这里这一组。这里来一组，那这里来一组，我们就要用这个比较淡叶子的这个层次，让这个现在是慢慢的丰富啊，让这个叶子更加丰富。所以这一层都是比较淡一点的颜色。在这个层次的后面，这里来一组，慢慢的丰富，慢慢的让这个层次丰富起来。还是一样的，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这里有一组叶子，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因为刚刚我们这里要有东西，那我们可以把这里一组叶子可以加一朵花。
加一朵后面层次的花。从这后面出来，这个后面我们加一朵花。后面我们加这个花的话，我们就加淡一点的，不要加太深，还是用前面的颜色。我们用这个太青蓝和这个玫瑰红来画，让它淡淡的一层。后面这个层次的花，我们不要把它画的太清楚，因为它毕竟是后面的一个层次。画淡一点。这一点点太青蓝和这个玫瑰红。这个是画面是边画边看，边画边去慢慢去看需要什么去加什么。因为前面构思是没有这一个花的，但是到后面我们根据这个画面去，为了让这个画面更加厚重，不要那么单调，可以再去加的。好，后面的一朵就这样。我们可能根据这个整幅的画面，可能还会不停的加，有可能到中间还会加，不一定只加这么一些。好了，我们现在还是继续画这个叶子，把这个叶子继续丰富。看这里要不要伸出一条这个叶子来？这个空间还要慢慢的去调整，慢慢的去安排。月马戏团，那你老师这幅画出让了？什么？那你这幅画，谁问了？月马戏的章。
这里再画一些，让这个叶子丰富一些。好，让这边慢慢的丰富起来。我们来画一个枝干吧，先把枝干定上，然后再画后面的层次，一个个的层次，后面再画。笔洗一下。我画这个枝干还是用这支笔，我都习惯不换笔了。好，洗了笔之后，不要太多水分了，蘸掉一点水分。然后这个笔这个毛是这样子呲开，然后我们直接蘸一下墨，直接蘸墨就直接画了。我们画这个枝干要有浓有淡，还要有这个枯。好，一条枝不够，我们再画一条。这个枝干2枝，好，从这里破一枝出来。感觉这个从这里出来，它这个枝干要有这个穿插的这种感觉，要有主有次有穿插。好，这边这个花苞我们又从另外一个地方再长一些出来。花苞刚开始画的有点直哦，刚开始画的时候要往这边斜会更好一点，但已经画了。画了之后，我们就要根据这个画面来，这个画面是怎样的，我们就要怎样的。因为这个花还是湿的，这个枝干要从这个花上穿过去。这个枝干我们先画一个大形，到最后我们还需要去调整。这个要升上去，用浓一点的墨，因为这个花没有干呢。好，这个枝这样子长出来。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枝，看一下这朵花从哪里出来，这个是中线。从这里产一个枝出来，直接拉上去。看这里还来一个什么细节，这来一点，这个穿插。这个穿插穿的不是很好看，我要把它改一下。自己出一个来出来，不跟这个出来。另外出一条枝。再看一下这个画面，这个嫩，这个花苞的这个枝，
好了，这个枝条也很丰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整体画面，还是要快完成了之后才能给大家看到整体的画面。把这个嫩芽加上。这里不够丰富的地方，我们还要继续去加、去添。待会儿我们先把这个已经画完的这个叶子的叶茎勾一下，不然都干了。我们先勾一下叶茎吧，把已经画了的叶子先勾一下。哇，都已经干了。勾叶茎的时候，我们不要勾太多，一片叶子勾2、3笔就可以了。好，我们先把叶茎勾一下，不能等到太干了，要半干的时候勾。太干的时候，它勾的那个叶茎就会太跳、太明显。我们要在半干的时候把它这个颜色中和掉，就是不要让它整体画面一看就看得到你勾的那个叶茎，那它就不好看了。好，这个是一些老叶子。那我们嫩叶子我们用胭脂，嫩叶用胭脂来勾，随意的勾2下就可以了，不用勾太明显，不用把这个叶茎勾得太过于明显。
这边还有一组嫩叶。
接上。好，我们慢慢的去丰富这个画面，看一下还有哪里需要加东西的。这个地方看一下需不需要加东西。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啊。我们先把这个嫩芽加一下啊，需要加这个嫩芽的地方先加一下。我们加每一个嫩芽要有区别。这一个也加大一点，让它有一个呼应。小嫩芽。然后我们再来加一些层次。倒一点点墨出来吧，后面慢慢加一点层次。像这个地方是还有叶子的，加一些淡叶子的层次。好像这些缝里面，我们可以加一些淡叶的层次，把这些密的地方让它更密起来，不要让它留这么多飞白出来。让这个地方的叶子让它密的，让它更密。
再想这里要不要来一组叶子？这里来一片叶子吧，不然上面太孤单了。哦，那里画了一片叶子，看不到，没事。这里加了一片叶子在这里。好，我们继续丰富这个层次啊，丰富这个叶子的层次。再添加一些层次。看一下哪里需要加叶子，我们让这里最密的地方让它很密，这个地方疏，有密有疏。我们把花心画上吧，花心画上看一下，大概就这样子，然后后面再去调整一下，后面再调整，进行前面的调整。拉近一点，画一下这个花心。画上花心之后，我拿到下面去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看一下我们到时候看怎么调整。点一下花心。哇，今天这个都不用画这个大花心了，全部是两个包起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这种，是另外一种的花心。这一朵的话，它也是比较散的花心。
我们拿递上去来看一下。其实不调整的话也可以。我们接着来整理一下这幅作品。这幅作品基本上画完了，但是今天看一下，因为昨晚上在直播间没看清楚啊，这有3朵花，它有点排齐了，看到没有？这3朵有点在一排，那我们要把它破一下。就是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当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把这幅画不要了，或者是怎么样，我们要去解决它。这些问题我们在画画的过程中都是在不断的出现问题，然后我们要不断的去解决问题。好，我们这里先来一片叶子，然后再画一朵花在这个后面。好，我们还是画这个相近的颜色。画在这个后边，我们可以这样子画一朵这样子朝上的花。好，我们还是用这个玫瑰红，还是用昨天一样的颜料，玫瑰红、曙红。玫瑰红、曙红还有胭脂这3种颜色。上面这一朵我们可以稍微的颜色调浅一点，不要画太深。那么我们还是一样的要调一个底色。好，我们调色的时候还是垫一个纸啊，垫一张纸，避免把这个画面给弄脏了。太白加3青吧，我们上面一朵我们就画成那一朵是一样的颜色，加上3青。来加点水，这个水是清水。把这个太白和3青调和。3青有的时候挤得太多了，你就挤到碟子边上，慢慢往里加，不要一下子加太多。一下加太多了，有可能它会颜色太深了，达不到自己想要的这种效果。慢慢往里加。啊，一定要调匀哦，这个不管是颜色还是底色，都一定要调匀。颜色调匀了，你画出来的东西它就才看起来很韧。好，底色调好之后，把底色先放一边，我们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笔上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水分。好，这个颜色挤出来它很多这个油太多了，我们吸掉一点。好，我们开始调色。调色的时候还是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这个笔的1/2的地方，要调匀，一定要调匀。好，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曙红。笔尖上调一点点曙红，我们在最深的地方我们才加胭脂，我们现在不加胭脂。好，我们在这里画，画到这个地方，画一朵这个朝上的。先画一个背面的这个大花瓣，我们可以多分几笔来画。好，
好，画了一笔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要补充这个笔上的颜色。这些都是一个侧瓣，侧瓣。侧瓣我们也可以画多一点层次。笔尖上蘸一点点曙红。颜色一定要调匀啊，颜色没有调匀，这个画出来这个花瓣它就不好看，所以一定要舍得花时间去调色。颜色没有调匀，画出来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调色的重要性。这边是越来越浅一点点，然后这个层次还是一样的，这样子包起来，让它多一点层次，小的里面还有更小的。这个外面一层的这个花瓣它是比较淡一点点，我们到中间到时候会深一点点。好，我们这两个花瓣之间，两朵花之间的这个层次我们要分清楚。这个第一朵前面这朵还是在前面，我们不要把它要小心一点，画两朵这个层次之间的这个花瓣，我们要小心一点。这里可以加一点深色，加点胭脂。好，这个后面的这个花瓣颜色稍微深一点点。好，一边深一边浅，这边会慢慢浅一点。现在笔上有点干了，我们蘸一点底色，用这个笔肚蘸一点底色。蘸完底色之后，还是一样的调一点颜色。画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只需要这个牡丹红就可以了。这边颜色稍微浅一些。画这个最下面这个花瓣的时候，我们可以深一点。两个花瓣衔接的地方，我们把它画出来，稍微的可以深一点，衔接的地方，调一点点曙红，把这一片稍微画深一点。好，我们再画这个上面这个花瓣，我们可以把它画碎一点点，不要画的太每一个花瓣看得清清楚楚，颜色稍微深一些，蘸一点曙红，蘸一点胭脂。
这些花瓣它是比较多的，这个碎瓣颜色稍微深一点，但是呢，花瓣它是比较碎一点的。我们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这个玫瑰红多沾一点。点出有大有小的，各种各样的姿态的。笔上如果干了，你现在这个时候就不用加底色了，直接加点水。如果你笔上干了，这个时候加水就可以了。笔上直接加水，慢慢加。这朵花因为它不是一个主花，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它画得太精致。偶尔会有这个花瓣大一点，伸出来，就是破这个太圆，避免让这个花太圆了。这个花瓣我们可以让它大一点，有一些大的，有一些碎的，有一些整的，有一些碎的。这个笔上干了，你就加水，不用再加这个底色了。好，这朵花大概就这样子吧。我们这一朵花的话，不需要把它画得太过于精美精细。不能抢了主，喧宾夺主就不好了。好，这朵花就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把它，待会儿稍微干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加上一点花心。现在我们先不加。好，这3朵在这里，它就破了这个屏。好，这前面这个花苞没有画上，我们把这个花苞给加上。这个小花苞只看得到一点点红色就可以。好，这里2个花苞。然后因为这边我们很多有好几朵花，这边的话只有1朵花，所以它的层次还是差了一点点。我们还在后面再加一朵的花的层次，再加一个淡的层次，看一下加在哪里。
应该加在这里行不行？这个后面加一朵吧，在这个后面加一朵。好，既然因为本身想这一幅画做一个比较雅致、比较简单一点的构图，但是因为这里出现的问题，我们加了花。既然我们加了花，那它这个画面就变得丰富了。我们就让整个画面都让它丰富起来。好，我们在这个后面加一朵。加个后面的层次，我们不需要说把它画的太过于明显，我们让它虚一点点。调一下颜色啊。这个颜色，我们还是用这个太清蓝，加一点点这个牡丹红来画。画到让它在这个枝的后面藏起来，在这朵花的后面，让它画一个半开的。这个后面的层次，我们不用说把它画的太过于精细。这个中间还是一样的，要把它包起来。它是也是一个半开的。藏在后面，它是一个虚的。好，就这么大就可以了，我们不用把它画的太大。再刻画一下它的中心。让层次感明显一点。
好了，这一朵就这样子可以了。我们加上它的叶子。画嫩叶啊，我们画淡一点。这后面的层次我们不要把它画得太深，就让它淡一点。这里有一组叶子，到这里来，一定要淡，我不要抢了前面的层次。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哪里需要加叶子的。我们把这朵花的这个花心给画一下。先用这个3绿，用3绿点这个瓷蕊，这个是朝上的，我们就这样子点一点就可以了，不要点得太明显。好，我们画花心，用这个花心我们是调好的这个藤黄和太白1:2调和的这个黄色的花心。画这个花心的时候不需要加水，你笔洗一下，这个笔里面自动就有水了，自然就有水。这个朝上的我们直接把这些花心往上朝就行了。可以把这个中间这个瓷蕊可以挡住，让它露一点点出来。好，这里再画一组，直接往上就好了，因为这朵花它是朝上的。偶尔跳出1-2个，让它有一点特别，不要太平了。好，画一点点花丝，稍微少一点点花丝就可以了，不要太多。好，这个花心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幅作品呢，基本上就完成。我再把这个细节的时候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提上字就完了。这一幅丝池的现在已经完成了。
那我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构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左边这一块左边这一块它比较多，有3朵花，3朵主要的花，还有一个半开的花苞，还有一个小花苞，后面还藏了1朵。这里呢，这一块就是一个多的地方，我们把这里让很密的地方让它密不透风，看一下这里的叶子，让它很密。然后这里是疏的地方，1朵花，后面也是藏了1朵花。这样子我们可以让这整幅画面从这里第一眼我们看到这里最多的地方，然后一转到这里来，这里它也是一个第二视觉，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视觉，这里就比较疏。你看一下这里叶子一个枝上我们就画了2只叶子，1朵花我们就画了2只叶子，一大一小，这样子也形成了一个对比。然后这里再出一些这个枝，然后你看一下下面这个老枝干哈，你看这边这一组是三个，出了3个枝，然后这一组是2个枝，它也是形成了一个多少的一个对比。然后整幅画面的话，就是这样子形成了一个两边的一个对比和对称。然后这边的话，虽然说只有1朵花，它可能重量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出一个老枝，让它破边，这样子把这个重量给它拉出来，这样子才会协调。然后我们这个右下盖一个压脚章，压脚章它也是一个它也可以提升这个画面的一个重量的一个作用。好了，这一幅作品就这样子完成，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能够画出美丽的作品来。